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让他幸福一辈子。干嘛向我保证啊？你应该向沙武娇保证。他现在当我是冤家，那我呢？你不一样。咱俩是同类。开玩笑，在你眼里，我应该属于异类吧？不，抛开党派之别，咱俩太像。因为太执着，所以注定孤独。你知道吗？我经常会梦见咱们在海啸的这段日子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遇见你，是我的荣幸，也是我的不幸。所以，如果让你重新选择，你宁可不认识我。我只想知道，如果有来生，咱们还会是兄弟吗？别送了，我们道路不同，你送不了我。驾！准备射击。喝多了，喝口茶吧。谈谈高升中吧。他有什么好谈的？因为咱俩现在是夫妻了，所以可以谈。还因为他是横在咱俩中间的一堵墙，所以必须得谈。只有谈开了，才能心无芥蒂，同床同梦。我早就当他不存在了。可是他毕竟存在。从我认识他的那天起，他的身影就笼罩着我。我敬重他，甚至嫉妒他。我希望他永远活着，成为我一生的楷模。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和他渐行渐远了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没有人可以活在真空里。不是我们选择了命运，而是命运选择了我们。所以，他必须要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。
你逞什么英雄？无组织无纪律！要不是老鬼向沙虎江献密，沙虎江又在第一时间寄信，你早就有去无回了。想想都后怕，我们快马加鞭才赶上他的档口，交了他的信。怎么回事？啊？国明日进府，哪来的？沙凌云塞给我的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他能是什么人？告诉我。自己人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这是革命的需要。革命需要把自己人推入龙潭虎穴。两广，你混蛋！你冷静点，婚礼都举行了。那不是婚礼，那是葬礼。他把一生的幸福葬送在一干儿女上。两广，你混蛋！老高，还记得吗？民国26年，高胜忠托我给你带过一封信，你不肯收下。我记得。我读过那封信，很短，字字真切，我至今都难以忘记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，那封信就是我自己写的。凌云你好，你离去之时，我看见了你，我可以挽留，但是我没有。这些天经历了许多巨变，我恍然大悟，山河破碎，已容不下完整的爱情。因为我是军人，不问生死，只念家国。离别是为了团圆，忘却是为了怀念。但愿重逢之日就是胜利之时，所有的误解都会像硝烟一样散尽。我不是小人，我想告诉你，如果当初你收下了那封信，你的人生会改变很多。我想告诉你，嫁给你，我无怨无悔。你别老憋着，哪怕你骂我几句。我只能骂我自己。我耳不聋，眼不瞎，可我一直在误会他，鄙视他，以为他是叛徒。6年了，这6年他面临多少危险，压抑多少情感，忍受了多少委屈。说点别的吧，说说我媳妇，行不？我是个粗人，从来没有给她说过我爱她。她走了之后，我才开始想她，想得厉害。我有时候都犯嘀咕，她到底爱不爱我？直到有一天，沙凌云告诉我，我媳妇临终前对挂念的人
就是我和石罗。我只想说，人生完整，国家完整，我们只能选一样。谢谢你，我听明白了。沙凌云是选择了后者。明天我来指挥战斗。你别和我争，我绝不会让沙凌云的牺牲付之东流的。老高，